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总有朋友给我留言，希望我聊聊中子星和黑洞。我想，既然要聊中子星和黑洞，不如索性和白矮星一起聊。所以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我就来和大家聊聊恒星的归宿：白矮星、中子星和黑洞。首先，让我们先从我们太阳的归宿白矮星开始。我们知道，太阳的直径大约是140万公里，体积大约是地球的130万倍，但太阳的密度却远低于地球，因此它的质量大约只有地球的33万倍。太阳是一颗主要由氢组成的大气球，在宇宙中由氢组成的天体很多，除了太阳以外，离我们最近的气态天体就是木星了。木星是一个大个子，质量非常巨大，它的质量占据了太阳系除太阳以外全部天体总质量的 71%。 也就是说，在太阳系内，除了太阳和木星之外，所有其他天体的质量加到一起也不到木星质量的 41%。 我们知道，一个气态天体只要质量足够大，自身引力就会使天体内核发生核聚变反应，点燃这个天体成为恒星。那么巨大的木星是否有可能成为一颗恒星呢？答案是不行，木星的质量还不够。想成为一颗恒星，哪怕是最小的恒星，质量也要达到太阳质量的 8% 以上，而木星的质量只有太阳质量的1/1000，因此木星成为不了一颗恒星。天体一旦成为恒星，它的归宿就逃不出白矮星、中子星和黑洞了。当恒星的质量在 0.08 到10倍太阳质量的范围之内的时候，这颗恒星的归宿就是白矮星。所以我们的太阳的归宿也是白矮星。我们知道，按照质量不同，恒星可以分成 M 型、K 型、G 型、F 型、A 型、B 型、O 型等几类。太阳在恒星分类上属于 G 型，也称黄矮星。大家从屏幕上看到的红色方块里的恒星就是 G 型恒星，而离我们最近的半人马座阿尔法双星系统中， A 星比太阳略大，属于 F 型恒星。 B 星和太阳一样，也属于 G 型恒星，而 C 星比邻星则属于绿色方块所表示的 M 型恒星。前面已经提到过，太阳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氢气球，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质量是地球的33万倍。巨大的质量带来的是巨大的引力，因此在太阳的内核，由于引力的作用，压力和温度都是非常高的。这种高温高压的环境使得构成太阳的氢原子发生了核聚变反应。反应的过程可以简单的表述成两个氢原子聚变成重氢原子，重氢原子再与氢原子聚变形成氦三原子。这些聚变过程会释放大量的能量，这就是太阳不断发光发热的原因。在这儿我要补充一句，氦三是重要的核聚变材料，太阳系内几乎所有的氦三都源自太阳的聚变。这些氦三通过太阳风向整个太阳系扩散。由于没有磁场和大气层的保护，经过46亿年的积累，月球的表面就蕴藏着大量的氦三。现在可控核聚变越来越接近于实用，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打算到月球上去开采氦三，满足地球上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有点扯远了，让我们再回到太阳这个话题。太阳这样不停地进行着核聚变，大约50亿年后，当太阳内核的氢原子消耗殆尽的时候，内核的主要成分就变成了氦。此时内核的核聚变反应就会大为减弱，相应的产生的热量也会大为减少。此时太阳的内核会因为产生的热不足以抵消引力的作用而收缩，内核的收缩又会导致原本处于太阳外层的氢向内核流动，来填补因内核收缩而空出来的空间。从外层进入内部的氢会在太阳的内部
发生新的核聚变反应，而新的核聚变反应又会释放出更多的能量。这个时候，太阳就会变得比原来亮1000到10000倍。太阳的体积也会因为热量的增加而迅速膨胀。当太阳体积膨胀的程度超过热量增加的程度的时候，太阳的表面的温度就会降低。这时候从远处去看，此时的太阳发出的光就会由白色或者橙色变成红色，黄矮星太阳就变成了红巨星太阳。红巨星太阳的半径能达到原来太阳半径的200倍，它的外层将远远超过金星的轨道，甚至能够抵达地球的轨道。此时，在红巨星太阳的内核外层的核聚变会加强对内核核心的压力，于是内核核心的氦三也开始发生了核聚变反应。这个过程就被称为氦闪，也就是电影《流浪地球》里提到的那种氦闪。氦闪会聚变出金属铍，铍与氦会聚变成碳，碳与氦又会聚变成氧。以太阳的质量，最多能把氢经过一系列的聚变过程，最终形成氧，但它的质量还不足以形成足够的温度和压力，让碳和氧进一步聚变，生成原子量更高的新元素。因此，当太阳的内核全都变成碳和氧的时候，内核的核聚变反应就停止了。在这个时候，红巨星太阳的外层就会脱落下来，形成行星状星云，而它的内核就会变成一颗白矮星。这种白矮星也被称为碳氧白矮星。对于那些质量较小的恒星，比如像比邻星这样的 M 型恒星，它的质量甚至不足以使氦发生聚变反应，所以质量小的恒星所形成的白矮星就只能是氦白矮星了。而对于那些质量在8到10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它们则可以进一步把碳聚变成氖，形成氧氖白矮星。所以按照成分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白矮星分成氦白矮星、碳氧白矮星和氧氖白矮星。由于白矮星的内核无法继续进行核聚变反应，也不能通过核聚变反应所产生出来的热来抵抗引力，这个时候巨大的引力会把所有的原子都紧紧地压缩在一起，白矮星只能依靠电子简并力来维持其外形。这一方面导致恒星变成白矮星之后的体积大为缩水，通常变成白矮星之后，恒星的体积会变得和一颗行星差不多，就比如太阳变成白矮星之后，大小就和地球差不多了。而另一方面会导致白矮星的密度变得极高，在白矮星上，每立方厘米物质的质量能够达到1吨，甚至是数吨，真正做到了随便一小块就能重如泰山。不过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由于形成白矮星的时候，恒星的外层已经脱落，最后的白矮星的质量要比原来的恒星质量小了不少。类似的情况还会在我后面要向大家介绍的中子星黑洞上出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恒星质量、核心质量这2个概念搞混。能否形成中子星黑洞的关键是看最后内核的质量是否达到了相应的阈值。在白矮星形成之初仍然是十分炙热的，但由于没有后续的能量来源，它会因为不断的能量辐射而逐渐冷却，最终变成冰冷的黑矮星，不再向外辐射能量。不过白矮星变成黑矮星所要经历的时间非常漫长，甚至比138亿年的宇宙年龄还要长，所以天文学家认为目前还没有黑矮星存在。现存最古老的白矮星依然在以几千开尔文的温度持续地向外辐射着能量，或者说它还是一颗红色的白矮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太阳的归宿是白矮星，而不说太阳的归宿是黑矮星的原因吧。说起著名的白矮星，我想那一定非天狼星莫属了。天狼星是全天最明亮的恒星，它与太阳的距离仅有 8.6 光年。天狼星其实是一个双星系统，天狼星 A 是主星，它是一颗 A 型恒星，质量是太阳的2倍。围绕着天狼星 A 还有一颗已经变成白矮星的天狼星 B，
也就是屏幕上箭头所指示的那个小点，它目前的质量大约是太阳质量的 98%。前面我已经告诉过大家，白矮星其实是恒星的内核，恒星在变成白矮星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质量损失，所以大约在 2.5 亿年以前，现在的天狼星 B 才是天狼星双星系统中最大最亮的那颗星，它的质量是太阳的5倍，是现在天狼星 A 的 2.5 倍。但是恒星都遵循着同样的演化规律，质量越大，寿命也就越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质量大的恒星内部的压力和温度都越高，核聚变反应也就越剧烈，因此寿命就会大为减少。太阳的寿命是100亿年，质量是太阳5倍的恒星寿命不到2亿年，质量是太阳质量25倍的恒星寿命就只剩下320万年了。所以就在天狼星双星系统中，质量更大的 B 星先于 A 星寿命到期，变成红巨星。在大约1亿8千万年前，红巨星 B 变成了白矮星 B， 原来的主星地位也只能让位于 A 星了。现在 B 星在一个距离 A 星大约20个天文单位的轨道上绕 A 星运行，这大约相当于天王星到太阳的距离。大约10亿年以后， A 星也会变成红巨星，那个时候 A 星的外层可能会把 B 星包围。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 A 星就可能和 B 星形成合体，它们的合成质量将有可能超过钱德拉塞卡极限，也就是大约 1.4 倍太阳质量。这样内核的质量就足以使碳发生剧烈的核聚变反应，从而形成 1A 型超新星。这个剧烈的核聚变过程也被称为碳闪。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对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刘慈欣的小说《超新星纪元》可能就是受到这个的启发而写作的。正是出于对临近恒星演变成超新星的担心，天文学家密切关注着距离太阳100光年以内的所有恒星，随时注意着它们是否有可能演化成超新星。好，关于白矮星，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听完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里，我会依次向大家介绍中子星、黑洞，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的频道。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